今天是国家气候变迁对策委员会的第6次会议。首先，我要感谢各位顾问与委员，在过去这段时间持续提供专业建言，为台湾的气候治理奠定扎实的基础。气候治理与能源转型并非独立于国家发展之外的单一议题，而是支撑台湾产业永续经营与社会稳定的核心基础。因此，在新的一年，我们要持续努力，让各项转型迈向制度的深化与全面的实践。我要强调，面对全球供应链的净零浪潮，是一场攸关国家生存的总体战。净零转型是政府、产业界与全体国人必须共同参与、互为伙伴的集体任务。政府会负责任建立稳定的制度环境与激励机制，同时我们需要各行各业投入技术升级，也需要每个人从生活中落实减碳，台湾才能够在转型变局中开创先机。去年 COP30 在巴西落幕，国际社会除了强调必须加快行动，也再次确立全球集体行动的共识。面对极端气候与净零转型的挑战，政府、民间与各行各业不只要各就其位履行转型的义务，更要跨界合力，透过深度协作共同承担责任。因此，政府将朝以下关键的方向加速推动，落实净零转型。第一，我们要务实减碳护企业。随着碳费制度正式上路，引领企业投入自主减量计划，政府将启动碳排放交易制度试行，并且审慎规划台版 CBAM。政府会做产业的后盾，协助对接国际标准，将转型压力转化为竞争红利。至于企业关切的能源议题，我要再次强调，从科学客观的数据来看，台湾都会稳定供电。在净零目标下，政府会持续积极推动再生能源，促进能源去碳化，让绿电极大化，并强化电网韧性，让电力供给更加稳定。第二，我们要坚定净零救地球。去年1月的委员会议，我们向国人提出 NDC 3.0 的 Beta 版。在行政团队持续倾听各界建言及检讨精进下，完备了台湾总体减碳行动计划。这份更具企图心的 NDC 3.0 目标，展现了台湾为全球永续转型贡献心力的坚定意志。这种合力的精神，不能够只是理念，更必须落实在政府的决策与社会的参与中。因此，2026年的第1场委员会议，就要来检讨这场跨界合力的实践成果。首先，将由环境部、经济部、内政部、交通部、农业部共同提出6大部门净零转型阶段成果与未来展望。这份报告记录了政府、产业与全体国人共同努力的足迹。无论是能源及制造部门的低碳转型、驻商与运输模式的翻转、绿色农业的扎根，每一项成果都是政府完善制度、产业导入技术与资金、社会实践生活转型下，全国人民跨界合力的具体实证。这证明了台湾不仅确立减碳路径，更展现扎实的执行力。其次，由国科会报告社区驱动之下之净零沙盒执行经验与成果。在推动转型的6大制度创新中，社区推动是让政策真正落地的核心。我们透过科技创新走入邻里，将净零的动能从产业链延伸到生活当中。当技术转化为解决生活问题、促进互惠共好的工具，这场全民的共同实践，就会成为台湾迈向永续发展最稳固的社会基础。各位，气候赛局没有终点，在追求国家安全、社会韧性与投资未来的路上，气候治理将是我们最关键的具体行动。新的一年是充满希望
与行动的一年，让我们凝聚更大共识，加速落实转型，让世界看见一个更尖锐、更具生命力的台湾。谢谢大家。